看到福宝被2位有爱的奶爸照顾，才明白他如今的生活有多幸福。都知道福猪猪有个饲养小团队，每次徐奶爸休假或者要去给熊猫接生，谢奶爸就会代替他来照顾小福。虽然谢奶爸看上去比老徐还内向，但饲养经验丰富的他却很认真负责，可以说是将福宝当成亲闺女宠爱。因为中午神树坪气温会比较高，谢奶爸先是抱出福宝最爱的笋笋，随后又搬来一大块冰块放在床上，生怕福宝着急还不放心的回头看看。而福猪猪则吃着美味窝窝头，不吵不闹，偶尔抬头看看谢奶爸。临出门前还享受了马杀鸡按摩，这一刻真切感受到岁月静好。都知道华丽的冲天炮笋笋火遍全网，而谢奶爸主打别熊有的闺女呢，转过天来就拿来一根比他都高的笋笋，让自家宝贝闺女尝尝鲜。看得出这根冲天炮笋的确很有分量。福猪猪打包笋笋时眼睛都在用力，进食时更是要用脚帮忙拖着才行。心想这沉重的爱再来点也不是不行。正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就算是在正常的午休时间，放心不下的谢奶爸也会赶过来看福宝，生怕自己不在小公主没好好吃饭。福宝感受到谢奶爸的善意后，自然也会变得无条件相信对方。每当福猪猪嘴馋的时候，他就跑去扒小卖部的门要苹果吃。谢奶爸对宝贝闺女自然有求必应，还贴心的把小苹果喂到她嘴内，满脸的宠爱简直要溢出屏幕。其实福宝不仅被谢奶爸偏爱着，徐奶爸也同样会为他倾尽所有。为了让刚回国的福宝接受家乡竹子，徐奶爸砍来周边所有种类的竹子，一样一样耐心的拿给福猪猪尝试。尽管刚回国的福宝并不信任他，但徐奶爸并不气馁，反倒更加上心。不仅用福宝最爱的苹果建立信任关系，还时常化身按摩师给他做马杀鸡。当福宝适应环境正式展出后，徐奶爸的关心也没有半分减少，社恐的他会为了小福的安全，紧握拳头壮胆都要出外场巡视。就算被调皮的福猪猪反手挂网上，扮演烈日下无法回家的可怜熊，徐奶爸也会含泪接下闺女送的大礼。而为了锻炼福猪猪的后肢力量，奶爸会特地把他爱吃的零食挂在高处。看到福宝率先摘下自己精心准备的苹果，徐奶爸开心的不行，满脸慈爱的看着他。想必正是有奶爸们的暖心呵护，福宝才能快速适应新的环境，而他未来熊生也一定会更加多姿多彩。原来徐奶爸不仅社恐，还是个大直男，一早上得罪了3只顶流熊。你看你死，你爸爸睡在一起，你真的是那么多干净地方不去睡觉，睡点干子。前几天徐奶爸还当着镜头的面夸福宝捣蛋小淑女爱干净，结果现在又嫌弃熊家和青团睡觉，果然直男一张嘴就能把天聊死。睡眼惺忪的福宝顿时不乐意了，气鼓鼓的扭过头不让奶爸摸。而徐奶爸拿捏福猪猪也很有一套，直接端出一盆苹果诱惑小馋猫。想吃啊？吃吧。不得不说福宝凑上来吃苹果，而徐奶爸却不断往后退的动作，真的很像男同学故意调戏心仪女生。而福宝的邻居和一宝以及泰山也没能逃脱直男奶爸的调侃。只见徐奶爸刚走到一宝圈舍门口，就下意识冲他喊了声福宝。哇，一宝！而看着一宝不可思议的眼神，意识到自己叫错熊的奶爸，尴尬中带着些许慌乱，赶紧转移话题。结果脱口而出：一宝年纪大，都能做福宝爷爷了。这个家伙的话，都可以当福宝的爷爷的爷爷。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一宝的无语。奶爸，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啥？下一位受害熊则是上了年纪的泰山，看他头枕青团和像被炮轰过似的鼻尖，就知道这小子肯定能跟福宝聊得来。虽然徐奶爸亲切称他为山哥，但下一秒就开始爆泰山的猛料，表示这小子一天天的废话非常多，每天除了吃就是哼哼唧唧的聊天。本来一宝是安静内向的美男子，结果就被泰山带动着变成了话痨。虽然睡梦中的和恰巧逃过一劫，但几天前奶爸就已经扒了他的老底，表示和看上去是帅气多金的霸道总裁，但实际上还是只会马卡巴卡的小屁孩。只能说要不是有这道栏杆护着，滚滚们能满院子追杀徐奶爸。不过奶爸虽然是有点直男的碎嘴子，但却把每只熊猫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当初神树坪举办熊猫们的集体生日，徐奶爸和同事用心的给孩子们制作了不同的生日蛋糕和丰容玩具，争取给每个滚滚不一样的惊喜。不过因为福猪猪是唯一的女孩，奶爸奶妈特地为其准备了漂亮花束，只可惜福宝对笋笋胡萝卜更感兴趣，毛拳头一勾就把花给扔掉了。或许福宝能快速适应国内新环境，就是因为有徐奶爸的细心呵护和照料。只希望滚滚们都能遇到好的饲养员，快快乐乐度过熊生每一天。原来被爱真的会治愈不幸的过往。熊猫思佳直接被奶爸奶妈宠成公主。前几天思佳迎来了18岁生日，因为小公主热爱一切浪漫的事物，奶爸奶妈便在场馆内摆满各种鲜花，甚至还贴心的铺出了一条花路。随后奶爸端出一盘又一盘的水果，种类丰富到都能开水果超市了。最后直接堆成小山，主打一个豪横。不得不感叹东北人真的好实在。
思佳出场后，直接一屁股坐香蕉上，小手扒拉开水果碗底下的冰块。想必他早就习惯这种大场面了吧？毕竟每年思佳过生日都会有不同惊喜，一年比一年更大的生日蛋糕，从玫瑰花束到玫瑰花海，还有公主适配度100%的童话城堡，以及去年插满玫瑰花的公主床和熊猫娃娃，满满的都是奶爸对闺女的极致宠爱，并且奶爸还会写下对公主的深情告白。他说总想把世界上最浪漫的东西都给思佳，但却发现世界上最浪漫的就是思佳，不得不感叹奶爸的宠爱真的炙热又纯粹，难怪能治愈曾经破碎的思佳。当初思佳搬到云南野生动物园，但与亚布力偏凉爽的气候不同，云南地处日照强烈的高原地带，让满身皮毛的思佳很不适应。但即便如此，园方却舍不得安装空调，因此天气再炎热，思佳也只能趴在风扇下吹风降温，并且园方也没有创造安静的生活环境。思佳的住所旁边是每天放大喇叭的小卖部，而他日常吃的都是干枯发黄的竹子，就连水果胡萝卜都是不新鲜甚至发霉变质的。面对游客随意投喂大喊大叫现象，园方也并没有任何阻拦行为，导致思佳严重刻板，体内寄生虫多达20条。如果不是干妈阮德慈拼尽全力护着他，恐怕思佳也不会撑到来到亚布力的那天。而当思佳合约结束搬到黑龙江后，他才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熊生。不仅有奶爸奶妈们的暖心呵护，生活环境更是直线上升，单是活动场地就足足有2000平米。但馆长仍觉得这些还远远不够，于是拿出整个5一假期的所有收入，都拿来给思佳和他的弟弟佑佑盖5层大别墅，最终建成了整个熊猫圈最豪华的猫爬家。而奶爸奶妈也会根据小公主的心情量身定制各种玩具，哄小家伙开心。逢年过节还能收到定制版零食，就是说这谁看了能不羡慕？难怪思佳18岁了还能如少女般甜美，只希望微笑公主未来熊生都快乐顺遂。看到马来西亚奶爸近身陪伴凤仪，才明白爱从来都不分国界。最近凤仪出现假孕现象，不愿吃饭，心疼的奶爸不顾成年大熊猫有领地意识，冒着危险给宝贝闺女投喂笋笋，还贴心的剥好皮切成块让熊孩子过目，并且奶爸投喂后并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陪在凤仪身边跟她聊天缓解不适。能看出奶爸的爱真的是发自内心。不仅如此，当初凤仪发情身体不适时，奶爸也是这样把果果喂到闺女的嘴边，随后宠溺的轻轻抚摸凤仪的脑袋，将剩下的食物放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，像极了老父亲对孩子不停歇的操心。其实只要凤仪表现出一点不开心，全体奶爸就会启动1级哄娃方案，简直是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甚至就算凤仪只是多睡了一会，奶爸也不敢上前打扰宝贝闺女的美梦，而是门口集体罚站，眼巴巴瞅着，直到凤仪从梦中醒来才跑上去伺候。虽然凤仪住的是常年恒温的空调房，还有豪华瀑布泳池能够洗澡降温，但奶爸们还是会准备给她豪华冰床，主打一个苦了谁都不能苦了宝贝闺女。对此，大中午睡在露天土地上，热了就只能洗澡降温的马来莫表示，所以被爱的前提一定是漂亮吗？而奶爸对凤仪都尚且如此宠爱，更不用说对待他的3个孩子了。如果说别的地方的熊猫是白，那马来西亚的熊猫则是能闪瞎眼的白。暖暖、意意和生意姐妹仨出生后，就一直有奶爸们抱着上下班，就连梳毛的梳子都是黑白分开的。或许这样做就不容易窜色吧，因为熊猫馆的游客总是格外多。守在一旁的奶爸耳朵跟雷达似的竖起来，听到有人吵闹就会立马将其赶出去，并且不管来了多少游客，只要熊猫不想上班就不会强迫他，甚至直接拿来熊猫玩偶代替营业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宠娃无底线。此外，对于大熊猫的饮食方面，马来西亚奶爸更是做到无微不至，不仅聘请专门营养师研究美味点心，甚至连竹笋都是人工去好皮的。因此暖暖、意意和生意姐妹仨回国后，不仅腿是9成新的，还不会包笋笋，并且每次熊猫馆上新玩具，奶爸都会亲自测试舒适度，质量通关了才会拿给熊孩子们玩，可以说完全就是把他们当孩子养。而这样真心对待熊猫的饲养员，也值得我们的喜爱和支持。